凛冽的寒风夹杂着犬吠声，小男孩身着破旧的单衣，俩小脸蛋被冻得通红。他将自己缩在墙角，手里拿着一个硬邦邦的馒头，惶恐盯着垂涎他手里馒头的恶犬。抖着手，小孩将馒头一扔，起身就跑。然而，小孩还没有跑几步，就被一个东西绊住了脚，眼看着就要摔倒在地上，小孩却被一个立起来的麻袋扶住。稳住身子，小孩瞪大眼睛，懵逼地望着挡在他面前的麻袋。汪汪汪！听到犬吠，小孩脸一白，顾不得研究麻袋为何会像人一样立起，便拖着麻袋一起跑路。不跑！闻言，小孩下意识顿足，他望了望空无一人的巷子，以为刚刚听到的不跑是他幻听。会飞！小孩啊了一声，谁在说话？我。小孩害怕地问，你是谁？在哪里？蓝湛，你手上。蓝湛，他手上。小孩望向自己的手，只看到了被他拖在地上的麻袋。颤抖着唇，小孩忐忑地问，你是麻袋？啪嗒，小孩扔掉了手中的麻袋，就听麻袋闷哼一声。小孩紧张道，摔疼了你？麻袋道，有点。小孩忙道，对不起呀，我扶你起来。麻袋道，谢谢。小孩愣住，他流浪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对他说谢谢。麻袋不是人，可他会说人话，应该算是个人吧，小孩心想。这时，又有犬吠之声传来，小孩被吓得牙齿打颤。别怕，小孩磕磕巴巴。那些恶犬会咬人，很疼，很疼的。麻袋默了一瞬，你把自己装进来。小孩疑惑，麻袋道，我带你飞。小孩摇头，我不能离开。麻袋道，为何？小孩道，我要等阿爹阿娘。麻袋道，他们什么时候来接你？小孩道，不知。麻袋敛下眸子，小孩低声，我好想他们。麻袋道，去哪里？小孩眨了眨眼睛，像是没听明白麻袋的话。麻袋只得往刚才那句话前面加了他们2个字。小孩终于听明白了麻袋的话，然而他没有办法回答麻袋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阿爹阿娘去了哪里。片刻，麻袋道，我家有很多人，他们可以帮你一起找阿爹阿娘。小孩讶然，你们家有很多人？麻袋嗯了一声。小孩犹豫道，可是你，麻袋静静道，只有我是麻袋。小孩思考了片刻，小孩将自己装进麻袋里，却发现里面坐了个头戴一指宽布条、身穿白衣、眼睛颜色很浅的漂亮小哥哥。小孩震惊地看着漂亮小哥哥，刚才一直是小哥哥和阿英说话吗？漂亮小哥哥点头。小孩傻眼，他呆呆道，可你不是说自己是麻袋？漂亮小哥哥抿唇，我自出生就在里面。小孩愕然，不能出来。漂亮小哥哥道，只能露出脑袋。小孩须臾，小孩道，小哥哥，阿英记得你说自己叫蓝湛。蓝湛颔首。小孩一笑，我叫阿英。蓝湛道，阿英。小孩也就是阿英嘻嘻道，蓝湛小哥哥。蓝湛抿唇，阿英，你可愿去我家？阿英点头，话落，阿英就感觉自己飞起来了。哇！蓝湛小哥哥，你真的会飞哦。蓝湛纠正，会飞的是麻袋。阿英道，那也因为有你，麻袋才会飞。蓝湛，云深不知处。蓝启仁正在雅室闭目打坐，忽然门口传来他大侄子蓝焕焦急的声音，叔父，怎么办？阿焕找不到阿湛了。豁然睁开双眼，蓝启仁就看到他大侄子白着一张小脸跑进来，阿湛不见了。蓝启仁蹙眉，阿焕，不可胡说，阿湛怎么可能不见了？蓝焕委屈，叔父，阿焕没有胡说，阿湛没有在净室，藏书阁里面也没有。蓝启仁问道，你母亲那里呢？蓝焕摇头，我就是从母亲那里拿糕点给阿湛吃的。可我到了净室，阿湛没在里面，本以为他会在藏书阁，但藏书阁里没有阿湛，咱们云深不知处其他地方，阿湛也不会去。走。蓝启仁牵住蓝焕的手，我们去你父亲那里看看。不言而喻，蓝启仁和蓝焕并没有在清衡军之处看到蓝湛。这下子，蓝启仁彻底慌了。
青恒君心里虽然也很慌，面上却一片淡定。他赶紧询问守门弟子有没有看到他小儿子蓝湛出云深不知处，答案自然是没有。启人，青恒君沉吟，既然守门弟子没有看到阿战出去，那他一定还在云深不知处。蓝启人点头，那我这就派弟子去找。蓝焕犹豫，父亲、叔父，你们不是说阿战那个样子，越少人知道越好。青恒君摸着蓝焕的脑袋，没关系，阿焕，等我们找到了阿战，会告诉大家，阿战躲在麻袋里和大家玩捉迷藏。蓝焕点头，于是云深不知处几乎所有弟子都在寻找他们躲在麻袋里面玩捉迷藏的二公子。